普京趁中东乱局，企图让俄罗斯成为第二个苏联，重建一支多国联合军队，并放言整个乌克兰都是我们的。最昂贵的北约峰会如期召开，北约部署100万地雷阻止俄军入侵。荷兰援乌 1.75 亿欧元，英乌联手抗俄，签署联合生产武器协议。俄央行宣布，俄经济资源耗尽。以伊冲突中3个赢家和最大输家诞生。乌国产导弹实战射程覆盖莫斯科。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趁着中东乱局，普京又在做恢复苏联荣耀的美梦了。据战争研究所披露，克里姆林宫正通过一些手段，试图将吉安组织盟友们的部队纳入到俄罗斯自己的军事指挥下，以增强俄军的军事战力。具体操作是俄罗斯国家杜马于6月24日批准的一项议定书。该议定书允许吉安组织国家在发生武装冲突、威胁、危机局势以及演习时，向其他吉安组织国家的领土派遣军队，并特别提出允许吉安组织在理事会作出决定后的1天内运送部队，而不是之前协议规定的30天。明面上这感觉是为对方考虑，应对紧急情况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这何尝不是俄罗斯想增强自身力量的体现？此外，该协议还引入了编队指挥的概念，而这很可能是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司令部。对此，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克里姆林宫一直试图让前苏联国家的军队从属于俄罗斯武装部队。火力军也认为，俄罗斯这是想成为第二个苏联，重建一支多国联合军队。因此，北约对俄罗斯未来战力的评估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未来行动中可能使用的吉安组织盟友的部队。如果单凭上述协议还无法说服你，那上周五，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直接放言宣布，整个乌克兰都是我们的，更是断言称俄罗斯将能够通过在乌克兰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来实现所有目标。可见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入侵北约的心从未改变。但俄罗斯的野心真的能实现吗？就火力军个人而言，俄罗斯想恢复苏联的旧日荣光，几乎难到无法实现。首先，挡在其面前就有北约这个庞然巨物，其别的抗俄措施且不提。就24日同一天，特朗普2度上任后的首次北约高峰会，如期于荷兰第3大城海牙的世界论坛场地召开，直接给予了俄罗斯野心沉重一击。那峰会上都达成了哪些共识和内容呢？先来了解一下本届峰会。据荷兰国家广播基金会新闻网报道，本届北约峰会将有包括45位国家领导人在内的150名各国政要人员，以及专家、媒体等共9000人参与。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东道主荷兰不仅调动了约3.7万名军警人员，还在海牙及周边地区部署了包括 F-35和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立体防御体系，同时进行了包括交通管制、设置检查点在内的各项安全管控措施，成为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维安措施。而花费呢，自然也不小。据荷兰大众日报披露，荷兰政府主办这场峰会估计要花费1亿8340万欧元，折算下来每分钟开销超100万欧元，堪称史上最昂贵的北约峰会。如此安全的峰会都达成了哪些共识和内容呢？据悉，本届峰会聚焦军费开支与地区安全局势，另外鉴于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预计峰会也将涉及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等议题。在峰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俄罗斯仍是北约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特别是其还有着朝鲜、伊朗、白俄罗斯的支持，威胁已进一步加大。吕特秘书长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3到7年内攻击北约，并称当前的俄罗斯比北约更愿意发动战争。与之持有相同意见的泽连斯基也于24日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与北约开战。同时他称，是目前的乌克兰战争限制了俄罗斯训练和重组其部队的能力，不然俄罗斯对北约的入侵会提前。因此他呼吁盟友加大援助力度，称对乌克兰援助的减少都将使俄罗斯受益。对于吕特和泽连斯基的发言，战争研究所同样给予了肯定，其继续评估称，俄罗斯正在为未来与北约的潜在战争准备军队和后勤物资。战争研究所表示，未来在乌克兰的任何停火或长期暂停战斗都将使俄军腾出时间，重新部署到俄罗斯与北约的东部边境，并允许俄罗斯重新武装和重组，从而让俄罗斯能够在2030年之前对北约构成重大威胁。既然北约早有预料，看出了俄罗斯威胁，近些年自然也在进行提防，
其行动用吕特秘书长的话总结，就是在加大对自身防御能力投资的同时，持续提高乌军战力。只要乌克兰赢了，俄罗斯就无法直接进攻北约。在自身投资方面，北约32国在此次海牙峰会召开前就经过艰难谈判，最终就军费支出占比方案达成妥协。即到2035年，北约盟国承诺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为核心军费支出， 1.5% 为军事和安全相关的投资。而在此之前，俄罗斯的5个邻国早早就感受到了威胁，不断加强防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准备使用世界各国试图永远禁止的武器。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欧盟正在俄罗斯和白俄边境埋设数万枚地雷来阻止俄军推进，尤其是立陶宛甚至打算生产地雷加紧部署。立陶宛国防部长沙卡莱内指出，俄罗斯从未受渥太华公约的约束，其在欧洲国家销毁其他地雷库存的同时，俄罗斯生产的地雷数量却位居世界首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需要更灵活和更自由，这样才能使用一切可用手段来保护生命和北约东翼的安全。同时，沙卡林预测称，如果乌克兰问题谈判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俄罗斯利用停火期恢复军事力量并增强其军工潜力，那么普京可能会在未来2到3年内对北约发起攻击，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缩短。在援乌抗俄方面，只要乌军前线打得好，那俄罗斯就无法入侵北约。吕特秘书长呼吁北约国家投资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基地，就像昨天说的，欧盟和加拿大要为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的武器，以防止北约国家减少自己的库存，并允许北约国家和盟友将来从乌克兰购买武器。与此同时，北约峰会期间，荷兰国防大臣布雷克尔曼斯称，荷兰批准了一项价值 1.75 亿欧元的乌克兰新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100个无人机探测雷达、20辆用于伤员疏散无人驾驶车辆，以及向国际无人机联盟提供的8000万欧元。据悉，荷兰最近与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签署了一份价值5亿欧元合同，准备助力乌军生产60万架无人机。除此之外，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还于24日宣布，泽连斯基已和斯塔默同意启动一项新的联合无人机生产计划。具体内容是，英国将在自己境内生产乌克兰设计的无人机，为期3年，同时也将把乌军在战场前线作战的技术数据整合进英国国防工业链，从而作为支持英国和乌克兰国防工业一体化项目的一部分，在持续提升自卫能力的同时维系抗俄能量。如果说外部力量俄罗斯无法抗拒的话，那其内部问题和自身的愚蠢也注定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早在6月19日，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俄罗斯经济的最后资源已经耗尽。纳比乌林娜说，在持续战争和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维持2年增长的资源已经耗尽。如今的俄罗斯劳动力短缺，外汇储备已降至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俄企业利润下降了1/3，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利润下降了1半，工业增长放缓至近乎停滞，民用部门也开始下滑。俄经济发展部长马克西姆·列舍特尼科夫也表示，所有经济数据都显示俄罗斯正处于陷入衰退的边缘。过去3年多，俄罗斯还能依靠战争促进经济增长，但现在不行了。俄罗斯的精英们最清楚俄罗斯的现状，随着战争推移，俄罗斯承受的代价将越来越高，直至无法承受，一切正在加速到来。至于为什么说俄罗斯愚蠢，那是因为它不仅错误地发动了俄乌战争，更是成为伊冲突中最大的输家。如果哈梅内伊点头愿意接受停火协议，那这场持续12天的冲突将很快画上休止符。在这场冲突中，根据双方公布的伤亡数据，以色列有1300人伤亡，伊朗则高达3000人。虽然以伊冲突持续时间短，但带给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在美国午夜之锤行动后，炸出了本场冲突的3个赢家和最大输家，其中3个赢家分别是以色列、特朗普和哈梅内伊。首先，最大的赢家自然是以色列了，且胜利属于每一位以军士兵。虽然为胜利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却实现了己方几大目标，即给伊朗去核，消灭了几乎整个伊朗空军和大部分导弹发射器，还清除了伊朗军方领导层和其他重要团体。此后，以色列如果想继续收拾伊朗，随时可以动手。在丰硕的战果前，见好就收无疑是明智的选择。毕竟火力军觉得以色列肯定不想和俄乌一样陷入战争长期化的泥潭。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阿克萨洪水至今，
以色列用不到2年的时间，消灭了拥有6万军事力量的哈马斯，打残了10几万军队的真主党，最后还粉碎中东什叶派老大伊朗的核野心，彻底改变了国家地缘安全威胁。这样的胜利堪称辉煌。而第二个赢家自然是特朗普了。特朗普自2次上任以来，几乎屡屡碰壁。在此次 B2 轰炸伊朗核设施前，特朗普还因其考虑2州的发言被视为欺软怕硬的怂蛋。但在 B2 完成对伊朗核设施轰炸后，一定程度扭转其国际形象。如众议长约翰逊肉麻的吹捧，特朗普总统功不可没，这就是以实力实现和平的体现。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这样的事了。他本人也在一边自吹自擂，一边掰着指头计算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概率。当然，特朗普爱说大话的毛病还在，不然也不会有后面24小时结束以伊战争，然后又被打脸的事情发生。第3个赢家则是那个一有轰炸就躲地保的86岁老头。也许有朋友会说，伊朗付出惨痛的代价，怎么会是赢家呢？这你就要知道，伊朗是伊朗，哈梅内伊是哈梅内伊。即使伊朗被炸成废墟，依然不影响哈梅内伊的地位。现在双方停战，伊朗总统确认停火，且开始进行重建。而哈梅内伊既能从地堡出来，回到阳光世界，又能给自己人一种不惧美国、以色列的强硬形象。另外，由于以色列已替他清除了革命卫队那些骄兵悍将，他可以安心地把位子传给儿子，而不担心受到威胁了，一举数得。那最大输家为什么是俄罗斯呢？这里的输主要体现在外交和盟友上。尽管俄罗斯一直愿意为伊朗官员们进行政治庇护，也在联大会议上谴责美国，替伊朗呼吁，但也仅限于口头发言。莫斯科不仅未向伊朗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而且还与整个世界一起要求伊朗放弃核武器实验。这一切都被伊朗记在心里。如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泽姆·贾拉利就曾在6月15日用俄语表示，艰难的时期终将过去，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以及那些无所作为、冷眼旁观的人。说谁呢？说别人会用俄语吗？因此，火力军有理由怀疑俄罗斯已经得罪了伊朗，而伊朗也看清楚了俄罗斯的真实嘴脸。此后，两国关系可能会渐行渐远。而随着伊朗离开，俄罗斯也将彻底失去在中东的影响力，而且还会因谴责美国而破坏逐渐恢复的美俄关系。无论从国家战略还是外交层面而言，俄罗斯都是最大的失败者。以上就是俄罗斯野心难以实现的几个重要的近期原因。随着时间推移，俄罗斯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在前线战场，乌军新获的导弹可覆盖莫斯科。6月24日，俄军发射97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过去24小时，俄军发射97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多个地区进行无差别袭击。乌军击落了其中63架，并用电子战干扰了另外15架，但剩余无人机仍造成不小破坏。据乌克兰官员通报称，截至目前，空袭造成100多名平民伤亡。另外，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还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袭击了一列客运列车，造成至少17人死亡，279人受伤。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打击行动，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平民区和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基地。这凸显了乌克兰提供额外空中支持和加强乌克兰防空保护伞的紧迫性，但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已经黔驴技穷，未来注定会失败。在俄军袭击过后，乌军随即发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多个地区，损失有待澄清。不过，据《泰晤士报》报道，乌军自己的 Sepsan 弹道导弹已经能投入实战，可携带480公斤弹头，击中500公里外的目标。这意味着它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莫斯科。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威力也是美国 ATACMS 导弹的2倍。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特种部队发起了新一轮行动，目前战况不明。而在比尔格罗德方向，经奥斯特拉频道确认，当地一个军事基地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重击，具体位置在罗戈瓦托耶一带。袭击造成至少2名俄军身亡，另有11人受伤。现场的设施也遭到不小的破坏。相关消息，救火力军之前曾有过报道，只是当时俄军曾声称遇袭的是一处农业设施。此外，乌克兰总参谋部还确认，他们在6月23日晚间袭击了罗斯托夫的阿特拉斯工厂。战斗中，乌军成功击毁了厂内的油库。乌克兰战场战线并未有太大变化，俄乌双方仍以无人机空袭为主。如在托列茨克前线，乌方消息称，俄军正使用大量无人机，采取伏击战术，打击乌军士兵和后勤运输车辆，以阻断乌军在科斯加季尼夫卡的地面交通线。而乌军除了如俄军一样在前线打击俄军士兵和装备外，还针对打击了俄军指挥部。如据诺尔报告报道，
乌军第34海防旅就对赫尔松的奥列什基一带展开行动，其先派无人机部队进行了侦察，接着炮兵发起攻击 ，FPV 无人机也跟随投掷了数枚炸弹，精准击中了目标。现场视频显示，俄军指挥部的上空已经浓烟滚滚。对此，俄方尚未做出回应，详细的战损正在确认中。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前线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女兵参战。要知道，乌克兰的女性是没有服兵役的义务的，更不用说上场作战了，所以她们都是自愿去的前线。而据图片报披露，基辅方面还特意组建了首支女子无人机战队来安排她们。据悉，该部隶属于乌克兰第427无人机系统团。这支新部队的作战目标是拦截俄军无人机。除无人机领域外，乌克兰还有女性的飞行员，比如之前披露的卡特里娜中尉，就曾驾驶直升机穿越前线打击阵地。她也是目前乌军中唯一一位执行战斗任务的女性直升机飞行员。另外，乌克兰还有女性狙击手和炮手等。上战场前，她们曾是老师、作家或运动员。在被采访为何选择投身前线时，她们说这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园，而这也让外界对他们更加尊重。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完成了军方领导层的重组。泽连斯基任命亨纳迪·沙波瓦洛夫担任新的陆军司令，前任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特因为训练营遇袭一事而主动辞职。不过，鉴于他之前的优秀表现，泽连斯基还是劝说其留下担任了其他职务。6月24日，英国政府发布消息称，将购买12架 F-35A 战斗机，以重新加入北约的空中核武共享任务。这意味着自1998年退役 W1-177战术核武器后，英国皇家空军首次恢复了空投战术核弹的能力。英国政府表示，购买这些战机将使英国其能够向北约提供所谓的双重能力飞机，既可以执行常规任务，也可以在发生冲突时携带核武器。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对此表示赞许，称这是英国对北约的又一次有力贡献。由于在俄乌战争中，英国一直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再加上近期美国在保卫欧洲的态度上比较暧昧，英国正在努力增加国防开支，并升级其军事力量。目前，英国的核威慑力量完全依赖于3叉戟潜射导弹，但该系统于去年2月的一次试射中失败，引发全球各大媒体对英国核武能力的质疑。此次购买 F-35A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英国核武库老化、可靠性不足的问题。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官员表示，英国可能需要美国的帮助，提供 B61战术核弹，以供其在 F-35战机上使用。这意味着其使用授权需经北约、美国总统及英国首相的3重批准。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指出，皇家空军重新获得核武能力还需要时间。对于 F-35A 来说，其最大的优势是航程比英军现役的 F-35B 更远，而且拥有更强的武器挂载能力。上周结束的巴黎航展上，雷神公司高管芭芭拉·博尔戈诺维称，由于关键部件火箭发动机的供应持续紧张，美国部分重要导弹，例如标准2、标准6的生产受到严重限制。在过去数十年内，英国国内的火箭发动机供应商因行业整合而大幅减少。与此同时，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冲突导致美军库存的导弹大量消耗。博尔戈诺维表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雷神公司正采取多项措施，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一是支持现有的主要供应商，例如洛克达因航天等公司提升产能；二是扩大与挪威纳莫、意大利艾维欧等国际伙伴的合作，推动其在美国建厂以服务美军项目；三是与大熊座等新兴公司合作，探索利用 3D 打印等新兴技术，降低成本并提升生产效率。在2003年10月中东局势恶化以来，美军在也门发射了数百枚各式导弹，乌克兰战场也消耗掉了数千枚导弹和火箭弹，其中的绝大部分都需要雷神公司参与制造。值得注意的是，由挪威纳莫供应发动机的 AIM-120 和 ESSM 改进型海麻雀等部分导弹型号，其供应链保持健康，生产未受影响。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的野心能实现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